为了报复出轨的丈夫，她和闺蜜组成复仇联盟，让那些背叛他们的渣男付出惨痛的代价。浮気した夫って許せる？大家好，我是专注最新影视的阿南，今天给大家带来《结成同盟的妻子们》第2集。女人震惊地发现，玄关处竟多出了一双不属于自己的高跟鞋。她轻手轻脚走到卧室，透过门缝往里看去，亲眼目睹了丈夫与同事的不堪。那一刻，她积压3年的委屈彻底爆发，崩溃之下，她拨通了闺蜜的电话。三人在酒吧相聚，奈津子一杯接一杯喝着酒，压抑的情绪再也藏不住。基野也遭受着一样的背叛。这天，她像往常一样准备给丈夫洗衣服，却在口袋里摸到了一个精致的项链包装盒。基野以为这是丈夫特意给她准备的结婚纪念日礼物，毕竟2人结婚多年，丈夫早已很少有这样的心意。可当能满心欢喜地打开盒子，看到里面那条耀眼的红宝石项链时，还没来得及笑出声，丈夫一把将项链抢了过去，语气慌乱地说：“觉得这款项链他不一定喜欢，打算再去重新挑选一个。”看着丈夫躲闪的眼神，慌张的模样，吉野心底的疑虑瞬间升起，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她脑海中浮现，那就是丈夫可能出轨了。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吉野以送饭为由来到了丈夫所在的大学。刚走到楼下，就碰巧遇见了丈夫的女同事，而那个女人的脖子上正戴着一条和她在丈夫口袋里发现的一模一样的红宝石项链。那一刻，吉野所有的自我安慰都土崩瓦解。她的猜想是正确的。一旁的奈津子还想试着安慰她，说可能只是巧合，說不定是同款项链。而之后的几天，吉野悄悄跟踪那个女同事，最终亲眼看到她和自己的丈夫一起走进了酒店。私も浮気されたって。私も浮気されたんです。铃酱也缓缓拿出了手机，点开了丈夫的朋友圈。她的丈夫是一名美容公司的社长，不仅收入丰厚，长相也十分帅气。在外人看来，铃酱是人人羡慕的社长夫人，可只有铃酱自己知道，这段婚姻早已是徒有其表。丈夫在外风流成性，不停换着不同的女人，身边的莺莺燕燕从未断过。起初，铃酱为了维持表面的体面，也为了守住这份优渥的生活，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告诉自己，丈夫只是一时贪玩，逢场作戏，只要不触碰她的底线，只要还能给她富足的生活，她就可以忍受。前段时间，她发现丈夫的公司新来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下属，起初她并未在意，可渐渐的，她发现那个女人发布的社交帖子总是和丈夫在同一家店，就连打卡的时间都是同一天。有一次，她看上了一款限量款手提包，她想让丈夫给自己买，可没想到一向对她有求必应的丈夫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找借口说这款包太浮夸不适合她，还指责她花钱大手大脚。铃酱心里虽有委屈，却也只能默默咽下。可让她彻底崩溃的是，第2天那个女下属就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同款手提包，而那款包正是丈夫前一天拒绝给她买的那一款。原来丈夫不是觉得包不好，也不是舍不得花钱，只是不愿把这份心意花在她身上，反倒转头就把她心心念念的东西送给了那个女人。更让铃酱无法接受的是，她无意间发现丈夫每条动态的文字竖着读下来，竟满是对那个女下属的暧昧暗示，字字句句都是温柔与偏爱，那是她从未在丈夫口中听过。这一刻，铃酱才彻底明白，丈夫的贪来早已不是逢场作戏，她的心早就已经不在他身上了。听着吉野和铃酱的诉说，奈津子脑海中也瞬间回想起了自己结婚时的画面，想起了丈夫当初的甜言蜜语，想起了自己这些年的卑微与隐忍，终于忍不住红了眼眶，哽咽着说出了自己的遭遇。私もされた。那天从娘家回来，她亲眼目睹了丈夫和女同事在卧室里的不堪。吉野看着崩溃的奈津子说：“还记得你结婚那天我们3个许下的承诺吗？如果以后我们3人之中有人发生了什么事，一定要互相帮助，绝不丢下彼此。”今こそ助け合う時だと思わない？助け合うって？私たちで同盟組まない？あいつらに復讐しない？奈津子沉默了，脸上满是犹豫与无助。她不是不想报复，不是不想逃离这段窒息的婚姻，可她是全职家庭主妇，婚后彻底放弃了工作，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平日里只能靠在超市打零工补贴家用。若是和丈夫离婚，她根本无法养活自己，更别说独自生活。不像吉野有正式的工作，经济独立，就算离婚也能过得很好。而铃酱丈夫家境优渥，就算离婚也能分到一笔可观的财产。吉野看穿了她的顾虑，奈津子，你还要这样卑微的忍下去吗？还要继续被他践踏，被他伤害吗？奈津子沉默了许久，眼底的犹豫渐渐被坚定取代，所有的委屈、愤怒与不甘都化作了一句决绝的话语：やる。あいつらに絶対復讐してやろう。
就这样，3个被婚姻背叛、被丈夫伤害的女人放下了所有的隐忍与软弱，正式结成了复仇联盟，是要让那些背叛他们的男人付出应有的代价。吉野作为联盟的发起者，定下了3条铁律：一，一定要保守秘密，复仇联盟的事情绝对不能外传，尤其是灵将、性子直，一定要时刻警醒自己，千万不要说漏嘴。第二，不能在途中退出，在我们3个人都完成复仇，让渣男付出代价之前，任何人都不能擅自退出，尤其是奈金子，心软胆怯，但这次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要因为一时的害怕就选择逃跑。第三，3人必须心往一处想，互相配合，共享情报，无论做什么都要齐心协力。我们要让那些背叛我们的人哭着向我们下跪道歉。规矩定下后，3人立刻制定了复仇计划。第一个目标就锁定了奈金子的丈夫，灵将负责暗中跟踪，悄悄记录下奈金子丈夫和他女同事在一起的所有行踪，收集他们不忠的实锤，拍下2人同框的画面。吉野觉得首先要做的就是收集足够的证据，只有这样，奈金子在离婚的时候才能顺利拿到属于自己的赔偿金。3个女人曾经都是温柔隐忍的妻子，如今却被背叛逼到绝境，化身复仇女神。那接下来闺蜜3人该如何一步步实施复仇计划？如何收集足够的证据，让那些背叛他们的渣男付出惨痛的代价呢？我是专注最新影视的阿南，我们下期见。